对不起，我不能把珊珊嫁给你。什么？不嫁了？哎，大弟，不是讲这个的，我是让你来求情的。你闭嘴！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我就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，还把珊珊嫁给你。现在，我以薛家家长的身份向你承诺，这1000万，我一定会还你。哎呀，伯父，1000万就当我们封家的投资，投资跟结婚不能混为一谈。我们不要珊珊还，我们也不会要薛家还的。不行，这钱必须得还，这婚礼也必须得取消。我们珊珊不能在欠债的情况下嫁到你们封家。我薛某人这辈子也绝不占人便宜。哎呀，都要结婚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，没什么欠钱还钱的。凤小姐，请你明白，我们薛家是嫁女儿，不是卖女儿。这个婚礼我绝不会同意的。爸，封腾，你别听我叔说的，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是我没有管好，尤成浩才把钱卷走的。而且我其实是薛家抱来的孩子，跟薛家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这件事情跟珊珊没有关系，跟你们的婚礼也没有关系。哎呦，你说什么傻话呀？这1000万你拿什么还呀？哎呦，你这辈子都会毁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是1000万，你少说几句可以吗你？怎么还？怎么还？你别还了！怎么会？你呢？还想不想跟我结婚？不知道。薛珊珊，结婚的意义是什么？结婚的意义，这时候结婚的意义是2个相爱的人发誓这辈子不管健康残疾、贫穷富贵，都要不离不弃，相互扶持。你要为了这1000万不跟我结婚吗？可是这1000万，柳柳也是为了家人，你也是因为我才相信柳柳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。如果我们结婚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们家发生了任何问题，都是要我们共同面对的，而不是像你爸刚刚所说的，是你们家欠我们家的。薛珊珊，你现在因为这1000万就承受不住了，那我想问你，如果以后封腾欠了几百个亿，整个集团都倒闭了，到那个时候我承受不住了，你会离开我吗？不会。可是，一边是你，一边是我爸，我也得为我爸着想啊。冯腾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看着我，你现在有足够坚定，相信我。我们可以先不谈婚礼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婚。这件事儿呢，之前其实我已经知道了，只不过不想影响2家人的婚事儿，就没说。那你怎么可以装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？你们究竟把我们薛家
看成是什么样的人了？哎，伯父，您别激动啊，这1000万呢是尤承浩拿的，那明天我们把他找回来，这1000万不就还了吗？您说您现在取消他们的婚礼，那明天人回来了，那他们怎么办啊？那要是找不到尤承浩这个人呢？人海茫茫，他要躲起来，你怎么可能找得到他？伯父，您别紧张，我们呢已经报了警，这不大过年的吗？我们想回到上海之后啊，马上处理这个事儿。总之，这个事儿交给我解决，好吗？不行，就是这一点不能妥协。如果真的找不到尤承浩的话，这1000万，我们薛家会来承担的。说白了，你们封家今天之所以会损失这笔钱，还不是因为封腾认识了珊珊？1000万啊，对你们来说是没什么，可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们薛家的尊严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因为嫁珊珊而把这件事情一笔勾销。和钱比起来，我们薛家和珊珊的名誉更重要。其实事情真的没那么严重，我们封家每年投资几十个亿、上百个亿的，没有人会在乎这1000万。我怎么听起来觉得你是在拿钱压人？这婚礼难道就不能取消了吗？珊珊是我的女儿，我就做不了这个主？我真的没有拿钱压您的意思，一点儿都没有的，真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冷静一下啊！伯父，就算是要还钱，你看现在天儿这么晚了，等到明天早上起来再说吧，好吗？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家的意思了，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二叔，对不起。回家。我说这里，你放它进水了，你这个不用我们这个，你干嘛还往自己身上揽啊？真气死我了！身为爸的女儿，我太了解他的个性了，连1毛钱都不肯欠别人，何况是1000万。就算让他做几辈子的西装来还债，他都会去做的。封腾虽然不会逼我们还钱，可是柳柳心里应该会有疙瘩吧？我更不能这样厚脸皮的去结婚。封腾当时想给柳柳一个机会，大概也没想到连我们自己都深陷泥沼吧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这些都是讨论怎么挑日子、婚礼细节的方案，我准备的好辛苦。王叔从上海特地拿过来的，就是准备这一次跟薛爸薛妈商量好。现在好啦，婚礼还不知道办不办呢。每一家都有规矩，我们的婚礼就等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再说吧。解决？哦，你真的等薛家筹齐1000万？还给我们才叫解决啊！如果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办法，我当然想维护他们的尊严。好吧，我知道我哥一定有本事顺利的解决，不为难他们的。那我们呢？明天就回上海了，珊珊跟我们一起吗？先不用，我希望他留下来，多陪一下家人。你也辛苦了。我也累了，睡了。你早点休息啊。长，还真是淡定啊！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傅小姐，你们特意从上海来这一趟，我们招待不周，还搞出这些事儿。我都没脸过来跟你们告别了。伯母，您千万别那么说。伯父也是担心珊珊的名声，所以才会那么生气，我们都可以理解。说实在的，如果真的为了1000万，
我们封家就不认珊珊这个媳妇儿，那岂不是给我们封家留下骂名吗？所以呢，伯父那边还请您多多替我们美言几句啊。傅小姐，我谢谢你的大人大量。老头子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彼此谅解了啊。伯母，这事儿你就别担心了，等这事儿解决之后啊，我们再来拜访您。哎，好。是的呀，珊珊还是要跟我哥结婚的呀，对吧？是啊。风腾呢？在楼上，收拾呢。那我带我妈上去跟她打个招呼吧。哎，好。先生，这箱子我先拿到车上去。好。风腾，伯母，那我们就先回上海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路上小心啊。您注意身体。哎，哎，这你忘了拿了吧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哎，这不是大嫂吗？这是彤彤啊，啊，还有我，这个是爸。哎，这什么时候拍的呀？这个？你私底下调查我的家人，就在我们决定交往的隔一天。对。哥，怎么还不下来啊？像我之前我都跟你说过我有哪些家人了，你是不相信我吗？所以才暗中调查我。既然你那么不信任我，为什么还要决定跟我交往？珊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怪我哥，都是我找人调查你的。即使风月不找人调查，结婚前我也会这么做。珊珊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其实呢，这是封家人了解你们家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。你看，你们老家这么远，那风月呢找人拍点照片，了解一下你的家人，千万别生气啊！所以你们都记住了，满意了，同意跟我结婚了是吗？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啊？好好过年。我们先不讨论结婚的事。以后也用不着讨论了。哎，珊珊，珊珊，回来。对不起啊，哥，太不小心了。我这就去给薛家人道歉。不用了。我们回上海。咱们家大爷爷妻就住在这儿，想要了解点什么，派个人过来一趟不就行了吗？弄得结婚前还要被调查一番，搞得我们像黑户似的，至于吗？这些有钱人做起事儿来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真是冷血无情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要有几个亿的身价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在你回来之前，我
我也让彤彤上网，了解封腾的背景。这年头，台面上的人一举一动，都有记者帮着盯着。咱们薛家默默无闻。珊珊，你想想，封家几代人积累的财富，凭什么就你薛珊珊几句话上门当了媳妇，尽享他们荣华富贵？同样都是调查，只不过封家是用了花钱的方式。如果你觉得受不了、不开心，正好趁现在想清楚，还有个退路。现在的重点也不在这里。我看有成浩是找不到这个人了。我们一家人都要做好节衣缩食的准备。珊珊，事到如今，你要不要辞职？干脆不去上海了，留在老家。啊？你让珊珊辞职啊？哟，珊珊在上海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，再说也考上了那个 CPA 的证书啊。你让她回来，在咱们这个小镇上，能找到什么工作来还那个1000万呢？你这不是要逼死珊珊吗？对不起，伯父。找人调查你们家，绝对没有看清你们家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你们封家家大业大，你有这样的举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只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也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做封太太。那不行，我已经向你求过婚了，而且我跑这么远来提亲，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。柳柳那1000万，既然伯父坚持要还，那我们就等还清1000万之后，我们再结婚。柳柳说，刘成浩的爸爸也有投资500万，当然现在也没有人要回去，只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钱还给你们。不过扣掉之前一些运作成本，我们至少还有350万，所以，我不建议你们把350万变成1000万之后再还给我。你觉得我可以做到吗？我一直很相信你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们薛家一定会还你1000万的。还清了1000万，你要马上嫁给我。珊珊，你不会真的要离职吧？哥，你不会真要让薛家还那1000万吧？你们真的不结婚啊？我们当然会结婚，只是往后推迟一点。哎，珊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跟延期那500万你不用还的，对吧？没事儿，谁要因为500万不让我哥结婚，我就跟谁急。不行不行的，都说好了，1年之内还清这1000万。风月，你是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吗？
啊，有。这是薛父的心愿，就让珊珊了了他父亲的心愿，再嫁到我们封家。那个，丽叔，你们婚礼准备的怎么样啦？准备的挺好的。我们决定回美国办正式的婚礼。昨天我也跟风月商量过了，我们在老宅办订婚，然后就直接飞美国。哎呀，我说你们真是折腾人啊！雷声大雨点小的，一开始把我忙得团团转，现在倒好了，我什么都不用做了。哎呀，太开心了。虽然只是订婚啊，但是不能马虎。我和风月会风风光光地把你嫁出封家老宅。谢谢。走吧。你暂时不打算结婚，是真的准备让薛珊珊还钱吗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也真是难为你了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最难的给予就是在给予对方的同时，还让对方觉得备受尊重。你想的挺周全的，也为难珊珊了，还得做出一些违背自己天性的事情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风腾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单纯、天真这些在商场上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。那个曾经活泼天真的薛珊珊，有可能会为了赚钱变得圆滑世故。当然我没有恶意啊，我只是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喜欢那个令你轻松自在又简简单单的薛珊珊。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，但是珊珊她不是一个贪婪的人。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增长，她会越来越成熟，反而也会越来越世故。但是她毕竟要嫁给我。我想，某些方面的艰难，应该不会输给他自己的创业。我们应该支持他。其实我就是有点感慨，因为我曾经努力的想成为配得上你的那种女孩，我现在看薛珊珊就有一点看到我当时的那种影子，觉得她特别辛苦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。我当然明白。千万不要为了一些像赚钱这样的事情走了岔路。哪有好妹妹不关心哥哥的？我倒是很想知道，我跟薛珊珊就这样继续走下去，会是什么样子？一个人跑回来了？你现在还想结婚吗？怎么了？是你爸妈在美国那边筹备婚礼，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你刚刚又去找凤腾了吧？对呀，我一下楼你就不见了，你也不等我。听到珊珊和风腾要延迟婚期的消息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啊？对哦。哎，你不说我都没想到。哎呀，你吃醋了？真吃醋了？哎，你说我这一路上吃多少你前女友的醋啊？今天终于换我享受一下看你吃醋的感觉了啊！我没有吃醋，我是在理性的分析。那我也很理性的告诉你。我现在对风腾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，就算风腾跟珊珊将来没有结果，也与我无关。我现在最喜欢的人是你。
你不知道吗？人有的时候是需要吃醋的，因为吃醋对身体好。我现在就是特别期待看到我离开封家、离开老宅之后，跟你在一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跟我在一起的世界啊，保证让你快乐的天旋地转。这是虚拟货币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进度，没有了那些资本，这个项目也很难再进行下去了。如果大老板还有兴趣的话，我愿意无偿将这些资料都给公司。这个企划案很好啊，其实可以卖很多钱。不如我们聊聊。那就把剩下的那350万当做我卖企划案的钱，做我的创业基金吧。成交。不过作为债主，我想要知道你做什么生意。珠宝。珠宝？我大学室友的父亲在云南经营一所玉矿，虽然我一直没有钱，但是这4年里面，我聊着也就聊出兴趣来了。我还有一位学长在日本的珍珠企业工作。说老实话，我对宝石业的了解是要多于科技业的。柳柳，过去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？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存钱，本来是计划从一个小小的银质工艺工作室开始做的，但是现在既然有这么大笔负债，我就得改变计划，不能再那样干了。现在，我想要创立一个属于中国的时尚珠宝品牌。柳柳一向很有生意头脑的，我知道有一天他的能力终究会发光发亮，却没想过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。那么我的条件是在你们没有还完钱之前，这个公司要隶属于丰腾旗下，为了方便掌管你们的账务。用丰腾集团做背景，珠宝公司的运营效益应该是加倍的吧？无论是银行的借贷，还是宝石商的往来，都会信任许多。大老板这是想帮我吧？我是个生意人，只有你们顺利了，我才可以顺利拿回钱啊。珊珊，你还是决定帮柳柳？这不是帮，是薛家的大事，我不能缺席，必须要参与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出了这扇门，你们就要靠自己。珊珊，大老板趁过年的时候去你家提亲了吧？你们就结婚啦？珊珊啊，看在我们是同一间办公室的份上，以后喝喜酒的时候，我们要坐得稍微靠前一点点哦。恭喜你了，以后得改口叫你丰夫人了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啊，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太想我了。科长，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。啊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这段时间尽心尽力。虽然我觉得你这样离职，觉得很可惜，但是再想想呢，也就是换个位置，继续协助大老板。珊珊，恭喜你。谢谢科长。如果新员工来的话，我每天都会拨出时间来交接的。好。小伙伴们，我走啦。珊珊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不用离开公司，
也会顺利跟风腾结婚的。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说起来，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呢。感谢我？我想过了，就算我将来跟风腾结婚了，我也只是风腾集团里那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然后年复一年的等待的升职加薪，做一个大公司里的小螺丝钉。但是现在因为你的关系，我可以出来创业了，也许也算是一半的大老板了吧。那当然啦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俩就是不分你我的薛老板了。我觉得我又往大 boss 的世界里跨进了一大步。你也别多想了。总之呢，咱们俩呢就努力的干，好好的干。如果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，那将来你一定要让我当成风太太不就行了？我们一定行的。好，那1年之后，你就是风太太，我就是薛大老板。薛大老板，我们出发，出发！这里啊，都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最优秀的店面，人流交通都是最好的，而且租金实惠，房东又好。这间的平数啊，开7间店实在是太理想了。它距离地铁车站只有100米，出口还正好对着店门口，简直是太适合了。这个店看上去是不错，不过我们的预算有限，而且这上面也没有标注多少钱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房东呢对房客也是挑剔的，表明了价格只是其次，只要2位肯出价，我负责帮2位去说。不然我们还有一些精选的店面，租金比较便宜一些，但也是最好的地段，可以给2位参考看看。奇怪了，我怎么看这些店面都觉得眼熟呢？这些不都是风腾的房产吗？可恶，又想拿上次那招骗我。方先生，麻烦你了，只要房东是风腾先生，请您一律帮我们自动删除。其实风先生的房产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是吧？全都是高档次的黄金店面，保管赚钱的。如果没有其他的店面了，我们就去别家看了。别！这样吧，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，看看有什么其他适合的店面，再推荐给你们。那这次就麻烦你了，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，还有，请你转告，只要是没有房产证的，我们一律不租。好嘞，那请2位在这休息一下吧，好吧？谢谢啊。谢谢啊。你对风腾的产业可是了如指掌啊。我就是扫了一眼，还没有完全实际了解。大老板，薛小姐说直白了，只要是您的房产不租，还要有房产证明呀。我们家胖婶变聪明了。